我们买保险就是要买个心安，买个保障。但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的保费应该越少越好，你同意吗？那万一比较少的保费，它保不了足够让你心安的额度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这位嘉宾，跟我们分享如何保费越少越好，但是呢又有足够的保障。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Hello， 你好，我是Andrew敬和。我是林品莹，欢迎来到理财万事通。我们今天请到了财务规划公司 Provident 总裁陈显耀。Hello Christopher， 你好。Hello， 主持人好 ，Hello， 大家好。今天要聊的就是保险。我们先让 Chris 回答一些误区啊，或者是一些疑问，比如说 critical illness 严重疾病，你怎么看待？如果我年轻，然后又身体健康的话 ，critical illness 重要吗？那其实可能我们现在了解，就是这个 critical illness plan 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万一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状况，那如果有什么损失，买这个保险可以保你。那如果一个人有这个我们所谓的 medical crisis， 就是在医疗方面出现了状况，那其实有两个风险了。那第一个风险就是可能你不能够上班，就失去了你的这个薪水。没有了这个收入，那这个是第一的风险。那第二个风险就是你可能必须要住院，而且住院的这个医疗费用可能它会增高。所以这两个风险呢，如果你要就是有保障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有这个 critical illness plan。所以不管你是年轻还是比较年长，只要你目前你有收入，只要你在就是在做工嘛。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风险，你要保障的话呢，那你应该还是要买这个 critical illness plan。对，是的。因为我们常讲就有一个 priority of planning， 就是要跟着次序。那先问自己，就是说那个基本的这个保险我们已经有了吗？基本保险有了之后呢，我们还必须要为自己可能的退休做规划。还有如果我们是家长的话呢，还有孩子必须要帮他们的这个教育基金做这个累积。那这些东西做完之后呢，我们必须还有钱来生活嘛？那这些钱用了之后，如果我们还有额外的现金，才来考虑这些比较所谓比较好，不过比较贵的这个保险。那其实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他的公司有保险了，有团体保险了，那我个人其实并不需要买保险了，对吧？我觉得不 OK 啦，因为公司的保险，我们英文讲 not portable， 它不能够跟你退休之后还跟着你走嘛。那时候你才来买保险的话，那可能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不是很好，那可能也不能买了。或者就算你保险公司让你买，可能有 exclusion。那所以我是觉得尽可能的话，就不要太依赖这个公司的保险。那自己应该私人有自己的保险。当然，你需要锁藏的时候呢，你可以公司的保险先锁藏。不够，你才用你私人的保险来锁藏。不过，千万不要只有公司的保险。你讲到 exclusions， 哇，那个清单很长，有时候看得有点乱，所以会让人一种感觉，就是那个锁藏的过程相对的复杂，又或者说当我真正最需要锁藏的时候那个它是在 exclusion 里头。对，那你的客户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者是感受？当然，如果你有我们所谓的 pre-existing illness， 就是你以前已经有了这个可能这个病嘛，当你买保险的话呢，当然保险公司它不保你那一部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你锁藏就有问题了。那保险公司不管怎么样，他们是一个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他们不是慈善机构，他们必须要赚钱，对吗？所以他要保你的时候，他必须要就是觉得他不要保你了之后，你以前有这个病，那肯定你会去锁藏嘛，他就亏钱了。所以不可以说他是冷酷无情，而是他必须跟着他的一个流程来走嘛。真的要叫你的经纪好好的跟你解释。但有时候解释了，我还是2个星期后我就忘了，因为太多细节了。您觉得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他有哪些保险是最需要配置的？有哪一些其实就是 good to have 就好了？那可能我给大家一个这个买保险的一个框架，一个 framework 来考虑，来就是参考，看自己需不需要买保险，而且需要买的话，应该买怎么样的这个保险。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阶段面临的这个风险是什么。那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他的这个面临的风险，目前可能就是如果他终身残疾，他不能够工作，
那他的这一个风险就是他失去收入，那没有了这个收入呢，他可能就不能够养活自己。那另外的一个风险呢，给年轻人来讲呢，就是万一有什么疾病，他必须要入院。刚刚我们有讲过，就是这个医疗的费用可能会增高嘛。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面临的风险是什么。那了解了自己面临的风险是什么，我们才来问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给自己一个保障。我买保险，我需要保多长？是终身都必须要保的吗？还是暂时性的？好，那了解了这一点，才来问自己，我保额需要买多少？那我们用一样这个年轻人的例子来讲吧。那如果呢，他主要面临的这个风险就是残疾跟如果有疾病，他失去这个收入，他保这一部分的话，其实他的这个需求是暂时性的，不是永久性的，因为他总有一天会退休，他总有一天不会有收入，所以他如果没有收入，他退休了，他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保障。不过医疗这方面呢，那当然他不管是60岁、70岁，甚至45岁，他不管是在几岁，他如果得到什么疾病，他还是必须要有保险来还他的这个医疗的费用。所以医疗保险这一块，尤其是住院的这个保险 IP Integrated Plan 这部分呢，它就终身都需要。如果是暂时性的，你买 Term Plan 就够了，就是定期保险嘛。那一部分如果你需要就是终身的，那你可能必须要买 Whole Life。所以 Chris 刚刚点了一个大方向给我们，也要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对你而言，什么是必须的，什么是额外加分？如果有盈余的话，我们再去买的保险。那应该看你人生阶段了，因为我们人生阶段不同嘛。单身他的这个需求就非常低。那单身的话呢，如果你没有依赖你的人，其实你的这个保险的需求主要就是照顾好自己，就是好像你个人的医疗保险，那这个一定要有的。那可能刚刚我们讲过，这个年轻人他担心就是终身残疾啊，或者有什么疾病啊，不能够工作，失去收入啊，那如果你要买保险来抵消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保险是必须的。那如果这个年轻人他没有依赖他的人呢，那如果他万一不幸身亡，其实他没有影响到别人，如果他父母也不会去需要他的这份收入，他不会影响到他的父母。那我英文常讲就是 half jazz 啦，就是说 nobody miss you， 没有人会想你，没有人会去 miss 你，你走了过后，对，most financially， 对，因为你经济上没有影响到别人，所以他们不会 miss you，right？ 当然，如果你经济上会影响到别人，那你就必须要买这个保险。所以人生的阶段有不同的风险，所以要看你个人的这个人生阶段所会面临潜在的这个风险，你才来买你应该需要买的这个保险了。所以意思是爸妈有自己的储蓄、养老金，所以 they won't miss you financially。你爸妈可能比你更有钱对，但 emotionally 希望会啦。对，所以如果有孩子就不一样了啦，那个想法，因为就是孩子还小的话，当然，如果你就是刚结婚已婚，那你还是一个年轻的家长，当然你的孩子还在，可能在上学，你不在的话，可能你家庭会就是没有你这份收入，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你孩子可能不能够继续读书。那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现在是进入这个人生阶段，当然你必须要保自己。你如果万一不幸身亡，你必须要有一份保单，给你一笔钱，给你的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他可以用这笔钱来照顾家庭嘛。不过也不是说每个人只要你有孩子的话，你一定需要保单，看你个人的这个风险，面临的风险，个人的需求不要说就是什么保险去都去买了。当我们做这个保险规划的时候，我们通常做一个假设，就是我们的客户明天可能就过世了。We plan based on tomorrow。那因为很难去猜测这件事情几时会发生嘛，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过度的去保自己，保费花了很多，你就没有额外的这个金钱做其他比较重要的事情，没有额外的这个资源去可能投资你未来人生的这个目标。所以当你买保险的时候，你必须要假设这个风险可能明天即将会发生，所以你买目前需要的。那当然
在可能2年后或3年后，你可能的这一个收入不同啦，你可能的这个支出也不同啦，那可能你有就是额外的负债。那你才来就是自己做一个检查你的这个保单，那你需要把你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组合提升，你才来提升了，不要去过度的去保自己了。你觉得多久需要检查一次自己的保单呢？那个我的保险经纪每年会打给我，应该是1年1次吧。他可能是找你推销，并不是跟你检视。review 这个问题要看这个经济的方面还是消费者的方面。如果经济方面，每年我都要找你去做一个审查。你人生没有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会影响你的这个财务状况，就是可能你的收入没有提升很多，你的债务也不是很多，那其实每2-3年一次就 OK 了，除非就是你忽然间就是结了婚啊，或者你现在有了孩子啊，那你就可能必须要跟你的这个保险经纪坐下来，让他做一个审查啦，让他知道你可能会不会有什么 gaps 必须要去买新的保险是什么。当然在很多钱的情况之下，我想要保什么，只要我负担得起，我当然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在经济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做好决定。所以那保额应该是多少呢？那我们先来看就是大致上我们面临的这个风险是什么。那面临的风险大致上就是如果我们不幸身亡，我们的家庭失去我们的这个收入终身残疾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嘛，就是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自己失去了我们的这个收入。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有critical illness， 我有癌症，我可能好几年不能够工作，我的家庭我自己也失去这个收入，这个是另外一个的风险。那第3个风险呢，就是我必须要入院，那我的医疗的费用增加。那大致上我们面临的这个风险都就是这几样。那需要多少呢？保额需要多少呢？那如果你买的保险是为了去抵消你的这个失去收入的这个风险，那你要看，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不幸身亡，我的收入目前每个月是假设说1万块，那每年就是12万。那我要问自己，我必须给我的家人12万，给几年？那通常呢，我们是给到我最年轻依赖我们的人。他们不需要这笔钱，那这段this is the term， right？ 就比如说，假设我的孩子目前是男生，一个孩子10岁，假设说，那他就是读完大学后呢，就大概25岁，就是我必须确保我不幸身亡，我12万的这个薪水，如果我们不去考虑通胀的话，我必须给我的家人12万乘15年 almost 2 million， right？ 我给我的妻子这笔钱，她能够用这笔钱去照顾我的孩子成长，让他财务独立。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算我的这个保额需要多少。如果你正在考虑买保险，或不介意分享你自己买了什么保险，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都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听到你的理财经历跟更多的困惑。所以这个保额我们有个概念了，那保费呢？我们还的 premiums。对，是你刚刚说，就是如果你想要住得好一点，那你可以 upgrade。对，那我们去 upgrade 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计算这个保费支出是合理的呢？所以在保额跟你能够 afford 的这个保费，在这2者之间呢，你必须要做一个平衡啊。那保费这一方面呢，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会就是觉得要有一个 rule of thumb。有些网站会有一些我不知道10%还是15%，对，月薪多少这样子。对，我不喜欢这样。那我觉得保费呢，你应该还越少越好。因为我把就是保险当成是一个支出 ，is an expense。而且它是一个，因为我们讲 contingency plan， 就是你真的不要去利用它的。那因为它是一个支出，它是一个 expense， 所以你必须把保费减到最低。当然，你买到你应该需要的的这个保额，不过尽可能就是保费减得最低。因为我们讲就是
buy as much as you need, but you pay as little as you can。那可能觉得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paradoxical， oxymoron， 怎么 buy as much as you need but pay as little as you can？ 你买正确的保险就可以。那在市场上，很多消费者可能他们就买了这个终身保险 whole life plan。whole life plan 很贵，超贵。如果你要用这些终身的保单来保你的这个需求，是不可能保得到的。我拿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可能45岁的国人男生，如果他需要保自己1 million sum assured for death， 他的这个保费 whole life 他需要还大概3万块的这个保费。哇，一年吗？一年。哇，一年已经很糟糕了，对吗？那有几个新加坡人能够就是每年花3万块来买一个保单，而且就只有 whole life 一个保单，就只有一个 whole life， 而且只有 cover 这个 death，它甚至还没有 cover 到 critical illness，你还要加上 critical illness， 还要加上医疗保单这些。所以如果你要买这个终身的这个保单，是不可能让你就是保到你的这个需求。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如果你要买 buy as much as you need, pay as little as you can， 你就应该买定期的保险，也就是 term plan。而且刚才我们有讲过，就是你主要的目的是保什么？是保你万一就是不幸身亡，你失去你的收入嘛？那这样的一个保障是暂时性的，你退休之后你不需要这个保障啦。那保费的差别 term 跟 whole life，一个天一个地。如果你买一个 term plan， 如果你目前是45岁的话，一年的这个保费1000块，很少。而且如果是新加坡公民，你有服过兵役national service， 不只是服过兵役啦，就是好像你当警察也好，只要你有 national service， 目前就是有一个group insurance， 这个是MHA 跟 MINDEF 的这个 group insurance， 1 million coverage， 一个月的这个保费才40-50块，就很便宜。那我们解释一下这 term life 跟 whole life 的不同嘛？所以定期保险，如果说45岁保到65岁，对，说过了65，他就甚至70岁也可以，他就不保你了。对，而且他没有这个所谓的 cash value， 他没有累积所谓的这个储蓄 cash value。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你买这样的保费，你不是浪费钱吗？你不然就是买这个终身保单，那至少你断保，你还有一笔钱拿回来。那这个定期的保险他没有的，那真的是浪费钱吗？那不是。我买保险，我不希望我死了，对，也不希望我就是对。而且你为什么你买终身保险 whole life plan， 你断保的时候，它有一个 surrender value， 是因为你给保险公司额外的保费，就是每1块钱，它用一部分的这个保费来买你所需要的保险，其余的钱它帮你去做投资。比如说，好像 whole life plan。1块钱的一个 premium， 可能那个1块钱就1毛钱拿去买你的这个 sum assured， 你的这个保额，其余的9毛钱，保险公司帮你去投资。那你断保那笔钱9毛钱，他帮你投资的，他还给你。如果你买定期的保险，你只是还1毛钱。你不给保险公司额外的9毛钱，叫他帮你去投资，所以是一样的。Whole life plan 为什么它有这个 surrender value？ 是因为你给多，所以它那么贵。不过保险主要的目的不是储蓄，保险主要的目的不是投资，因为如果你要投资跟储蓄，有很多很好的让你储蓄跟投资的工具。保险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方法来做投资跟储蓄，主要买保险的目的就是给你一个 protection， 一个保障。那所以 buy as much as you need, you pay as little as you can， 你买定期的这个保险，它是最适合，而且你也不用花费那么多钱，给你需要的这个保障。那 Chris， 你的客户当中有没有过度保险的个案？就是有没有例子说明他们为什么是过度保险，然后影响到了生活？其实大致上呢，新加坡人他的保险不会过度。
不过他还的保费过度。哦， They pay a lot of premium， 他们还很多保费。他以为他还了一年1万块、2万块的保费，他觉得他的保额是足够的。On the contrary 是不足够的，因为他买错保险，他买 whole life。所以你买 whole life， 我刚才讲了，你还1万块每年的这个保费，你的这个保额都不到1 million。其实1 million的 coverage， 大致上我可以说新加坡人 on average 都需要的。但是你刚刚又提到说，其实用保险来做储蓄是一个不太好的 idea。但是如果是有的人他真的觉得他自己没有那个自制力，那该怎么办呢？你觉得应该去通过买保险来给自己就是做那种强制的储蓄吗？那有时我听到就是财务规划师啊，他这样讲啊，我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很生气啦，因为有很多财务规划师说 ，You know Chris， 你叫人家买这个定期保险，那你又说保险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储蓄的工具，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投资，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怎么样去储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卖我的客户储蓄险，或者我卖我的客户这个终身保险，能够帮他们起码做一点点储蓄。那为什么我生气呢？因为你是财务规划师吗？你应该会帮你的客户做投资这一方面的规划，对吗？所以你如果能的话，你可以帮你的客户做这个保险的规划 ，buy term 买定期保险，因为这个是最能够他们这个保费是他能够应付的，然后帮他们做这个投资的规划。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保险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方法来做储蓄跟投资？因为它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 distribution cost very high，distribution cost 就是佣金嘛，很高。你的这个 cost 越高，你投资的回报就越低。你的这个保险，你买个 whole life， 它至少25年它才会 break even。就算你有这个回报，最多3%、4%，很好的话3%有4%的一个回报，哪里足够？让你去达到你人生的这个目标，对吗？所以，其实我们国人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投资工具，就算你不会投资，也有很多很保守的工具。就算你不会去投资，那以及你去买这个储蓄险，你不如每个月你100块，你不要放在这个 endowment， 不要放在这个 ILP， 你就直接填补你的特别户口。你的特别户口目前4%甚至到5%，它有给你这个 guarantee 吗？这个4%到5%，它高过这个保险公司能够给你的这个 guarantee return。那有些人说，可是我放在这个 CPF， 它没有流动性。你买一个 endowment 20年、30年是没有这个流动性嘛？对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对所谓这个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投资啊规划的知识如果会比较好的话，那其实很多国人他们不会用保险来做投资跟储蓄的，它纯粹是一个保障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跟 Chris 聊完天过后，我会想要去检查自己的保险，我有没有想要回去查看一下，做个 review？ 我可能会 line by line 的读一下，也不建议就是每个人听了这个 podcast 之后呢，他们去断保啦，因为断保呢其实是一个 is a very serious act 啦，因为如果你目前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问题。你如果断保的话，你要去买保险，你可能不会买到你要的这个保险，而且刚刚我们讲就很多 exclusion。This is not financial advice， 对吗？这是一个 financial education， 就是尽量的去找一个 trusted advisor， 你可信的规划师帮你做比较全面的规划。那最后的话，你对于想要买保险的年轻人来说，你还有什么建议想要补充的吗？我会重复我给大家的这个保险规划的一个框架，让大家去参考嘛。那第一呢，就是先来想一想我目前的面临的潜在的风险，人生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先问自己，这个面临的风险我需要保障多久？是暂时性呢，还是永久性的？问了自己这个问题，才来问自己我需要的这个保额是多少？考虑了这2点呢，我们才来考虑买怎么样的这个产品。So how long, how much, before what time？ 那
最后一句呢，就是我常讲的，我20年前就一直在讲的，保险它是一个支出 ，it's an expense。保险不是拿来做投资，不是拿来做储蓄，因为它是一个支出，所以 buy as much as you need, but pay as little as you can， 根据你的需求去买，不过尽量的把保费减低，因为它是一个支出，它不是让你来投资。谢谢 Chris， 谢谢 Chris， 感谢 Chris 今天对于买保险留下的金句，那就是 Buy as much as you need, but pay as little as you can。没错，如果你现在正在伤脑筋应该买怎样的保险，以及要如何买保险的话，也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还有点赞分享理财万事通，让我们陪伴你的财富之路。下期见，拜拜。拜拜。理财万事通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请咨询专业顾问。节目可以在 YouTube、Spotify、Apple 和早报找到。欢迎点赞分享我们的内容，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更新。本期节目主持詹敬和、林拼莹，编导李怡倩。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理财万事通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订阅、点赞、分享。